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基于组变存储器的存算一体神经场重建技术。该成果由中美4所顶尖大学联合研发。该成果发表在顶级期刊 Nature 上，属于前沿突破。核心思路是打破软硬件壁垒，实现协同设计，利用组变存储器实现存算一体的物理矩阵计算，让 AI 能像人脑一样从稀疏采样中重建高精度3维世界。这一方法有望突破传统芯片的内存墙瓶颈，从而大幅提升能效与并行计算效率，为医疗和 VR 等多应用场景带来实时3维重建可能。软硬协同的新范式带来了3项关键突破：最高能效相比顶级图形处理器提升了 32.3 倍，最高并行度面积效率相比图形处理器提升 38.8 倍，重建画质峰值信噪比约30分贝，属于无损级。这个画质水平人眼无法分辨与真迹的差异。中心无限符号象征软硬件深度耦合协同，左侧为隐式神经场软件，右侧为组变存储器硬件，两者结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与质量。物理采样常支离破碎，像稀疏点阵勾勒猫影。医疗 CT 因辐射安全限制无法频繁全景扫描。AR 与 VR 设备受芯片算力约束，实时全渲染难实现。具身智能机器人视野受限，常遭遇物体遮挡。这些应用需从有限信息中重构完整全息投影，关键是在功耗和面积预算内保持高精度重建。存算一体架构为稀疏密集映射提供高效路径，它让系统在极端条件下向人脑补全3维世界。传统芯片遭遇内存墙的根源是冯诺依曼架构，显示表示堆叠像素，数据量呈指数级爆炸，大量能量以废热形式消耗在数据搬运上。GPU 与 DRAM 之间频繁读写，效率极低，算力被数据移动拖垮，而非用于计算，这成为传统冯诺依曼架构的根本性缺陷。高分辨率3维重建因此难以在实时条件下实现。打破数据搬运瓶颈是提升能效的关键一步。人脑突触同时完成记忆与计算，实现极低功耗。传统芯片被迫在处理器与存储器之间频繁搬运数据，存算一体技术模仿人脑，让数据在存储位置直接计算。这种原地计算模式彻底消除数据搬运的能耗浪费。页面金色电路结构象征原位并行的矩阵计算。然而，真实组变存储器存在写入噪声等物理缺陷，后续硬件设计必须通过校准克服这些缺陷。这为人机融合智能提供了极低功耗的参考。这项研究从4个层面实现系统级软硬协同。表示层采用隐式连续神经场表达3维场景，算法层通过低质分解与减脂将模型压缩18倍，架构层设计魔术混合的存算一体系统，电路层深度利用组变存储器的物理特性。4层结构形成从算法到底层硬件的贯通，这打破了传统软件与硬件之间的壁垒，每一层都为下一层创造最佳匹配条件，最终硬件能最大化发挥物理计算的潜力。传统显示表示方法需要存储每一个像素点，分辨率越高，数据量就呈指数级爆炸增长，而隐式神经场只用一段神经网络公式表示场景输入空间坐标，直接输出对应位置的颜色值，这样就能实现任意分辨率下的无锯齿渲染。它彻底消除了显示表示带来的内存墙问题，例如左侧模糊马赛克猫与右侧清晰猫的对比。这一连续表示方式为后续极致模型压缩提供了基础。低质分解与结构化减脂是2大关键手段，它们将庞大神经场模型极致压缩18倍，超过9位值的冗余参数被精准剔除，压缩后的模型完美适配芯片容量极限，这样神经网络才能被真正嵌入底层硬件。数学公式取代像素后仍需精简才能落地，压缩过程不损失核心重建能力。它为存算一体系统提供了可行的软件基础。组变器件通过电压改变电阻状态以存储数据，每个单元以物理形态长久保存权重信息，计算借助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在阵列内完成。矩阵乘法无需数据搬运，在阵列内部并行执行。存算一体设计消除了传统芯片的数据搬运瓶颈。电极间导电通道由原子颗粒形成沙漏型结构，该结构决定了电阻状态的切换与保持特性。纳米级物理机制支撑了整个系统的能效优势。该混合芯片架构将计算拆分为模拟与数字2个核心。模拟核心在存储位完成海量并行矩阵乘加，
它包含高斯编码器 GE 和 MLP 处理引擎 PE 数字核心，专门处理复杂的非线性逻辑运算。它集成激活函数模块与图像渲染单元，两个核心通过多条数据光带实时传输信息。这种分工有效平衡了能效与计算灵活性。混合架构是存算一体系统实现高性能的关键。组变存储器写入时会伴随物理随机噪声，这原本被视为芯片制造的缺陷，但研究团队巧妙借力，变废为宝。他们基于神经切线核理论化噪声为特征。物理噪声被用作零功耗真随机数生成器，这一生成器不需额外电路或能量，利用它提取高频细节，消除渲染模糊。至此，模拟核心的高斯编码器得以实现。模拟计算中写入噪声是其致命弱点之一。每次给存储细胞写入权重都会产生微小偏差，这种物理偏差客观存在，且无法完全预先精确消除。若采用直接映射量化而不加任何校准，误差将在多层神经网络中呈指数级放大，最终导致输出画面彻底崩溃，毫无价值。这是高精度重建必须克服的最严峻核心障碍。后续硬件感知量化专为动态补偿噪声而设计。硬件感知量化通过动态校准机制克服写入噪声，每次写入一位后实时测量物理误差并记录，从而利用下一位的写入值反向补偿这个误差值，相当于边写边校准，步步为营，修正写入偏差。动态策略避免了在神经网络中指数级误差放大，最终精度比传统量化方法提升 16.1 倍，彻底驯服了模拟计算中固有的写入物理噪声，确保神经网络在组变存储器上稳定运行。VCMAC 在电流域直接完成矩阵乘法，它避免了模拟信号转数字的中间环节，存储阵列的不同显著位信号汇聚到 VCMAC 不同位电流在 VCMAC 中直接相乘累加，这跳过了传统架构中魔术转换的瓶颈。VCMAC 支持高精度矩阵运算的无缝拼接，整个模拟计算过程都在电流域内完成。该设计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能效与速度。团队在40纳米标准 CMOS 工艺上完成了真实流片，芯片包含512×512个组变存储器宏单元，所有制造步骤都兼容现有逻辑工艺，这证明了存算一体方案的可量产性。左侧是集成芯片的 PCB 核心板实物，中间显微照片展示了片上结构细节，右侧微米级交叉点电路清晰可见。该流片为后续系统集成奠定了硬件基础。医疗 CT 测试仅需5到20张稀疏切片作为输入，输出为完整高精度的3维人体骨骼与内脏重建。这种极稀疏采样方案大幅降低辐射与扫描时间。中间芯片负责将稀疏采样映射为密集体积数据，传统 CT 需要数百张切片，这里仅需少量切片。重建图像清晰显示骨骼与内脏细节质量高。临床意义在于大幅减少患者辐射暴露风险，同时保持医生诊断所需的空间结构完整性。纯软件画质基准 33.37 分贝， HAQ 硬件协同达 31.68 分贝，近乎无差。普通 PTQ 方法仅 14.21 分贝，画面崩溃。GPU 能效仅每瓦 1.21 帧，差距显著。本系统能效是 GPU 的 23.5 倍，碾压优势。GPU 面积效率每平方毫米 0.78 帧，较低。本系统面积效率提升 10.8 倍，显著优势。在保持近无损画质的同时，大幅降低能耗与面积。第二个实战测试，瞄准神经辐射场 NIRF 任务，仅需少量2维照片作为输入，芯片即可实时重建完整3维场景，支持用户从任意视角自由漫游。这正是下一代 AR 与 VR 的核心基石。传统 NIRF 计算量极大且耗能高，本芯片凭借存算一体实现实时推断。乐高推土机的重建示例验证了可行性，在模型压缩18倍后，渲染质量依然接近照片级。3个测试物体的峰值信噪比均达到约30分贝。乐高机械臂的金属反光与阴影被完整保留，包含丰富配料的热狗纹理细节清晰可见，架子骨的复杂光影过渡也几乎没有损失。这证明物理噪声和参数精简并未破坏画质。硬件协同方法在真实噪声下仍保持无损级表现，它让压缩后的神经场在芯片上输出逼真图像。第3个实战测试，挑战动态 4D 场景的实时重建。
动态场景引入时间维度后，数据量急剧膨胀。该技术通过时空动态解耦突破数据容量瓶颈，时间变量单独送入形变网络处理运动轨迹，空间坐标轴则输入基准网络保持静态结构。这种分离设计将复杂 4D 数据巧妙压缩进芯片，最终在极小容量硬件上实现实时动态重建。它为 AR 或 VR 动态交互场景提供核心支撑。雷达图给出3个方案的覆盖范围对比动态场景视角能效比 ，GPU 高 32.3 倍，新视角面积效率比 GPU 高 38.8 倍。这2项指标均碾压传统 GPU 与 NPU。存算一体系统在雷达图中覆盖范围最广，它用极低功耗实现高质量渲染效果，完美。这为移动端实时3维重建奠定了基础。该成果从硬件架构上重构了算力分配，影响大。这项成果打通了物理硬件与算法之间的壁垒，它突破了传统芯片的算力与能效双重瓶颈，实现了近乎无损画质的实时高精度3维重建。从医疗 CT 到 AR 和 VR 场景均得到验证，动态4维场景也能在芯片上实时流畅运行，能效和面积效率远超传统 GPU 与 NPU。这为实时医疗诊断铺平了实际应用道路，也为高精度 AR 和 VR 设备提供了核心支撑。未来有望推动全天候具身智能系统加速落地。